网上有这么一句话，叫水浅王八多，遍地是大哥。这句话呢，就是调侃的意思，讽刺一些社会上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说的有很多的成年男性啊，明明自己能力不行，没有钱，也没什么势力，却偏偏喜欢在外边呢摆阔装大方，把自己呢伪装成一个有面子的大哥。大哥这个词儿呢，原本意思就是一家兄弟姐妹里边岁数最大的那个男的。可是随着时代变迁呢，到了今天，这大哥可不是仅仅这个意思，它可以用来指代那些个社会帮派的头目，也可以呢用来指一些地位上比自己高的人。你比方说，这是我大哥，什么什么哥，什么什么哥，这么叫不一定他岁数比你大，但是他一定的地位在你之上。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呢，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听到大哥这个两个字啊，很少有人会第一时间想到它原本含义，想到都是我刚才说那些引申含义。总之呢，只要一提大哥，就难免有一股浓浓的江湖味道，似乎大哥这个词儿呢，已经属于我们中国的一种另类文化，深深的扎根在很多人的心里边。那么大哥这个词儿，到底它的这些个引申意是从哪儿来的呢？它又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成为像今天一种近乎低俗文化的一种存在呢？今天咱们就说说所谓的中国人心里头这大哥他是怎么诞生的。首先呢，咱们得纠正一个观念，很多人认为啊，大哥这个东西呢，它是传统文化，是从古代流传到今天。比方说，很多人看小说《三国演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刘备是大哥；水浒里边梁山108好汉，领头宋江是大哥。还有咱们平时看一些武侠小说里边啊，都有很多大哥的存在，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啊，大哥的引申意义是从古代就有的。但其实不是这样。中国历史到了清朝的时候，在封建制度的管制下呢，你别说拉帮结派了，你就平时关系不错的几个人想聚个会喝点酒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顺治年间呢，就专门有过这种政令，异性结拜为兄弟的，甭管是出于什么样原因，只要被查出来，鞭刑100，就打100鞭子。等康熙继位的时候呢，又有了进一步规定，凡是歃血为盟、粉表结拜者，杖责100，打100杖。人数要是超过10个人以上的呢，那就得按谋反处理，为首的秋后问斩，其余的从犯呢流放3000里，给你流放到新疆或者东北最冷的地方。你说这样还谁敢结拜啊？还谁敢说自己是大哥？那跟找死没啥区别。说为什么清政府是这么管呢？你想这个人呢，跟你政府不是一条心，偏偏还能拉帮结派，势力挺大，你说政府能放心吗？你古往今来都是如此，政府最怕的是跟自己不一条心，而且还势力很大的，那就会威胁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所以政府严管在这方面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思维。那么说清朝那时候已经把大哥这个脉就给打断了，你想拉帮结派的，想结拜兄弟，那是很难的。那么现在的大哥文化到底从哪儿来的呢？这个其实主要跟民国时期最有名的3大帮派有关系，就是斧头帮、洪门和青帮。因为这个3个帮派造成的社会影响，才形成了今天的江湖气息很浓的大哥文化。咱们先来说头一个帮派，斧头帮。一提起斧头帮呢，很多人可能先想到周星驰拍那个功夫里边陈桂坤扮演那个大反派琛哥啊，以及他率领下无法无天、一手遮天的那个黑暗组织斧头帮。还有一些电影电视剧里边，只要有斧头帮，多数都是反面的啊。但实际上历史上真正的斧头帮啊，它不是影视剧体现那样。这个斧头帮呢，虽然呢不是一个说能够公开的社会组织，但是这斧头帮呢干了很多好事儿。斧头帮这个创始人叫什么呢？王亚樵。这个名字很多朋友知道，说是号称暗杀之父。对，这王亚樵你听着暗杀之父这个外号挺恐怖，但这王亚樵出身呢却是前清的秀才。后来他对清政府感到失望，为了改变这个国家呢，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国民党的一员，而且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因为袁世凯篡权呢，以及北洋政府成立呢，这王亚樵被迫沦落街头。最惨的时候，为了填饱肚子呢，在码头还做过一段苦力，扛大个。你想想，一个饱读诗书、满怀一腔热血，要改变国家的这么一个人，结果沦为了码头的苦力，你说他心理落差得多大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王亚樵的思想开始走极端了。在他看来呢，
当时中国之所以混乱成这样，问题就是出现在那些当权者身上。就只要把他们给弄死了，这世道也就太平了。为这个事儿呢，王铨桥专门给孙中山写过信，建议孙中山呢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北洋政府这些反动军阀。结果他的提议被孙中山给拒绝了，之后再就没下文了。那遭到拒绝之后呢，这个王铨桥一点没沮丧，因为他这个事儿他想了很长时间，他早就谋划好了。你孙中山同意，那我就带领国民党党员呢建立这么一个部门，好歹咱有个官方身份从事暗杀。你要是不同意，那我自己就拉山头，我自个儿干。官方渠道走不了，那我就走江湖渠道。于是王铨桥就领着跟自己关系好的几个哥们儿，就开始组建了斧头帮。在20世纪初的上海呢，当时是青帮的天下。正常情况下呢，你一个新成立的帮派，你是论财力还是论成员呢？他的待遇以及关系渠道你跟这个青帮根本就没法相提并论。像斧头帮呢这种新成立的小帮会呢，只有可能就是说你跟在青帮后面捡一些人家吃剩的，靠着成为青帮的附庸，你才能有存活的空间。可事实上不是这样，王铨桥是真有能耐。斧头帮成立之后呢，发展的非常迅速，很快就壮大起来。最巅峰的时候，就连青帮这样大帮派，你对他都得忌惮3分。那这王铨桥究竟是用的什么样的方法，让斧头帮即使是在青帮打压之下，也能够迅速崛起呢？这里边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王铨桥的个人魅力太强了。几乎所有加入斧头帮的人，压根就没有多少人在乎什么待遇工资我在帮里的位置，他们都是冲着王铨桥一个人去的。就是你王铨桥就是我们的偶像，你建立的帮派我们无条件支持。当时王铨桥在上海的人气一点不比我们现在那些个什么流量明星差。那么王铨桥当时到底他干了什么，让他在人的心目当中有这么高的地位呢？其实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就那2个字，暗杀。说自从斧头帮成立之后呢，王铨桥就定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斧头帮行动的宗旨就是要替老百姓做主。一开始他带领斧头帮的手下做一些打击黑恶势力、惩治地痞恶霸流氓之类的。他毕竟是个小帮派，也引起不了多少人重视。我们刚提到那个青帮根本就不把斧头帮当时放在眼里，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没拿他当回事。可我们说在那个动乱年代，你想出来主持正义为民做主，那你一定会得罪一些势力。没多久呢，王铨桥和斧头帮的行为呢，就挡了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良的财路。这徐国良是个贪官，他就准备带领警察厅对斧头帮进行围剿。这个消息呢被王铨桥提前知道了，怎么办呢？说你正面跟警察厅刚肯定不行。这时候王铨桥当初建议孙中山暗杀的想法又一次在他脑海当中冒出来。想到这儿呢，王铨桥就决定我先下手为强，提前带着人埋伏在徐国良的必经之路上，把他给暗杀了。从此就开始了他暗杀之王的人生道路。那成功暗杀掉徐国良的王铨桥呢，仿佛开挂一样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从此之后呢，他就专门盯着那些北洋政府的走狗，或者是出卖国家的汉奸，盯着这些人暗杀。其中被他杀死最有名的一个人呢，那是当时日军侵华的最高指挥官白川义则。这下子王铨桥的大名可彻底是响彻整个中国。大伙想想，白川义则那可是日本在侵华战争当中军衔最高的一个人，国民党和共产党不知想了多少办法都没能奈何得了这个人，结果最后让这么一个江湖人物给杀了。你说这得引起多大的轰动？就王铨桥在当时就是一个传奇。包括后来他曾经组织暗杀汪伪政府的头目汪精卫，虽然是最后没成功，但是把汪精卫也给弄伤了，也吓了一大跳。那么这些事迹传开，很多爱国青年就把王铨桥当成自己的偶像，自己的榜样。尤其是在上海，那些个没有参军或者报国无门的人呢，一股脑全都加到斧头帮里边去了。在他们看来呢，只要加入斧头帮，就等于是替天行道的好汉英雄。就这样呢，在王铨桥的带领之下斧头帮一天天的壮大。甚至在巅峰时期呢，像青帮这样的老牌帮派，遇到斧头帮的人也得退避三舍。就连当时在国民党中位高权重的戴笠跟蒋介石，提到王铨桥和他的斧头帮，也都闻之色变，也都得拿着当回事。毫无疑问呢，
王小桥可以算得上民国时代一个当之无愧的大哥。而他在江湖的这种大哥地位，那不是靠别的，是靠他身先士卒，用自己的行动和表现为手下树立榜样赢得来。毛主席就曾经对王小桥做出评价，说过这么句话，说他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因为这个评价已经很高了，就直接说明王小桥确实是个人物。那我们所说大哥是怎么诞生的？诞生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指这些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引领别人，从而得到大家尊重。那举一个我们熟悉例子，你看香港的影视明星成龙，在影视圈的绰号就是大哥，谁见了都是成龙大哥大哥。那他靠什么呢？他用自己数十年不松懈的敬业精神，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给大家拍摄出一部部精彩的影片，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的。人家拍武打片说是这武功是要人家命，他拍武打片要自个儿命，那真是玩命的干，所以才能让这么多的明星大腕心甘情愿的叫他一声大哥。所以大哥文化的第一部分就是什么呢？斧头帮帮助王小桥所形成的榜样效应，你自己得具备这种榜样效应，得具备这种偶像效应。那你偶像效应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导向，那做一个合格的大哥呢，你光有精神导向是不够的，必须还得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保障。你想想你公司的老板要整天给你画饼，说给你升职空间，给你期权，说的挺好，可是就一直不给你涨工资，时间一长你肯定得琢磨琢磨，这领导可能不靠谱，这公司值不值得待下去。那当大哥更是这样。这块我们要给大伙举个例子，就民国时期的第二个大帮派洪门。这个洪门大哥的特点就是跟物质保障有直接关系。可能有的朋友知道一些，洪门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在武侠小说里边看到的主张反清复明的天地会。那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呢，它有很多的说法，有说是康熙年间创立的，也有的说呢是清军刚入关的时候明朝的一老一少建立的。但根据有正式资料记载，天地会的真正创立时间其实是在乾隆年间才有的。那天地会的创始人呢叫万云龙，他的原名呢叫郑开，是福建人。在创办天地会之前呢，当过那么一阵子和尚。他小名叫洪二，所以有人管他叫洪二和尚。所以为什么后来天地会改名叫洪门呢？就是从万云龙这小名洪二来的。有人说天地会切口叫3821，是什么意思呢？红字不是三点水为3吗？那个这边那个共字上面是2个10，就是20，下边一个1，这是21。完了红下边一撇一捺一个8，加上3点水叫3821，洪门的切口。所以这个从万云龙小名上得来的。那这个万云龙最开始创办天地会的目的呢，根本不是像武侠小说或电影里边那么有传奇性质，什么反清复明什么要这个重新建立这个汉人的天下这都没有的。整个天地会从创办到发展的过程，跟我们看到的四大名著里边水浒的情节是特别类似的。这个万云龙呢，虽说作为天地会的创始人，其实呢他功夫一般，远远算不上什么江湖高手，最多就能对付1-2个小毛贼，所以他不可能像王小桥一样呢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来成为大哥。那他靠什么呢？靠钱。这个万云龙呢有很好的经商头脑，当和尚的时候呢就用各种办法把寺庙经营得很好，赚了不少钱。为人呢他平时比较仗义，江湖上谁有什么困难呢，缺钱了什么的找他，他往往呢能仗义疏财。这就为什么我说这个万云龙跟水浒传里面的宋江很像。你看说宋江，说山东运城有一押司，面黑身矮，精通刀笔，力道纯熟，积功好义，就经常是从家里拿钱来周济江湖弟兄。所以宋江跟这万云龙呢同样都是功夫不咋地，同样都是仗义疏财。很快呢万云龙就凭借这一点在江湖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大伙纷纷跑过来投靠他。这个理由很简单，你在万云龙身边，你不愁吃不愁喝。那前面咱们说了，清朝时期对于结拜非法聚集这类行为控制得很严，就是这是为了他统治安全。那随着万云龙名气越来越大呢，聚拢在他身边的人就越来越多，这就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那按照当时的规定呢，很快就给万云龙一伙人定了一个谋逆的罪名。你要知道谋逆这是属于造反在古代可不是一般罪名，那抓住是要杀头甚至诛9族的。那时候不像现在说你被定了罪之后还能去上诉打官司，
万云龙要是找官府理论，那等于自个儿找死去。没办法，既然已经被打上反贼标签了，那干脆造反给你看。就这么的呢，在公元1761年，就乾隆年间，正式创立了天地会。他给自个儿呢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啊：天父地母，反清复明。口号虽然这么喊，但其实在万云龙带领之下呢，这个天地会没做什么真正大规模起义谋反的事，就不像武侠小说里整天地会呢跟清廷就刚上了。无非他干的就是呢，抢下粮仓，劫劫官银，得到足够保障自己生活的物资之后呢，马上就导致这种躲起来。那为什么天地会嘴里喊着反清复明呢，实际却没这么做呢？主要是两方面而已。第一个，当时时代背景是乾隆时期，那是清政府实力最强大的时候，那不论财力还是武力，在整个世界上的地位，当时大清比现在的霸主美国还得强上几个档次。你一个民间组织，你想推翻它，那根本就是白日做梦，那是扯淡。另一方面呢，这个万云龙从一开始啊，他就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压根就没有造反的想法。而最初加入天地会这些人呢，基本都是社会的下层民众，加入天地会呢，无非就想有个依靠，图个温饱，就为了温饱来的。那这一点从天地会也就是洪门的誓言上就能够看出来。进洪门的第一条就是要讲义气，兄弟友爱，互帮互助。至于造反推翻清政府什么的，那就是在外面喊一喊，内部之间几乎不怎么提这事儿。你看在王晶的电影《鹿鼎记》里面，周星驰演的韦小宝和陈近南，就天地会总舵主，就有这样一段对话。陈近南跟韦小宝说，反清复明啊，不过是喊一句口号，就跟念阿弥陀佛是一个道理。韦小宝听完之后心领神会，点了点头。他怎么解释呢？反清就是为了抢回我们的银两和女人，是不是？复不复明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关人鸟事。大家都是聪明人，明白。你看这段对话虽然有很多艺术加工的成分在里边，但是足能够说明大多数人当时加入洪门的初衷就是为了钱，为了生活下去。洪门大哥的地位呢，其实就是建立在钱的基础上。你能给大家带来物质上的满足，跟着你有饭吃有钱花，那你才是大哥。为什么帮会在民国时期那么盛行，势力范围那么大，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几乎就不见了呢？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呢，新中国的法制更加健全，国家机关的监管更严格，让帮会没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解放之后啊，整个社会比较安定了，就是像那种旧社会啊，谁欺负你啊，挤兑你没活路的事儿啊，基本上少了。那生活保障呢也比过去充足了。原来的人加入洪门呢，就是因为啊，这个万云龙大哥手里掌握的社会资源多，跟着大哥能生活下去。现在不需要你这大哥，我们一样也可以过得很好，那还认你大哥干啥呀？那不有病吗？所以到了民国末期呢，很多洪门的人甚至主动脱离了帮会，加入到革命队伍当中。所以洪门在民国时期对于大哥文化的影响呢，就在于他能够给属下提供物质和生活保证，在这种情况呢，产生一种依赖关系。所以说这个斧头帮呢，那是大哥的偶像效应。你等到洪门呢，是大哥在实际生活当中，在精神效应之外，给你加了这个物质的保障。所以洪门的帮会特点体现的大哥文化是什么呢？是一种依赖式的物质保障的关系。那么这是所谓的大哥文化诞生大哥的两个关键因素，说精神引导和物质依赖。但是要是作为一个大哥，想真真正正的在江湖上立住足，靠我刚才说这两个硬件，精神引导和物质依赖还不够，还差点，还需要最后一个因素什么呢？就是必须要有严格的规矩，就帮会的规矩。我们说没规矩不成方圆，你光是精神引导让大伙产生物质依赖，你要没有规矩约束这些人，你也成为不了一个合格的大哥。咱们总说呢，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哪怕你就是真的有很大人格魅力，也随时能够给跟随你的人呢带来实际利益，可是你要在管理上有问题，管不住手底下人，那你这个大哥包括你这个帮派早晚得出乱子。历史上有很多非常英明的君主，最后就是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儿子，管不住臣下，最后落得个悲惨下场。你看咱们说春秋五霸里边那齐桓公，他就具备大哥文化里两个特点。礼贤下士，他不计前嫌，任用管仲，后来又带着大伙打了一片片疆土，成为历史上春秋的第一个霸主。结果到最后呢，他管不好自己的儿子，5个儿子被争夺王位打得不可开交，最后老年的齐桓公啊被软禁在宫里，活活给饿死了。那民国时期的青帮呢，我们说到这个大帮派，
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历史最悠久的帮会，它存活了那么长时间，在规矩上这一点上，可以说青帮做的是比较到位的。就古今中外所有帮会的头目，恐怕没有比青帮更讲规矩的。我想大伙儿小时候上学都背过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洋洋洒洒一大篇。可青帮的规矩比这些守则要复杂的多，分门分类的。光是明面上就有10大帮规、10戒，什么10要谨遵，什么不准欺师灭祖啊，不准藐视前人呐，不准踢闸放水呀，不准扰乱帮规等等。光背这些规矩就得够一个帮众得背好几天。至于暗地里那些我们说的潜在的规矩，那就更多了。这一点咱们举个例子，你就从这个青帮大佬杜月笙处理过的一件事情呢，你就能充分看出来。就杜月笙作为青帮大哥，跟当时的4大家族蒋宋孔陈有很深的利益纠葛，经常出手啊，帮这4大家族处理一些不太能见得了光的事儿，就不方便出面的事儿。当时呢，就有一个4大家族出身的公子哥找到青帮，说让他们帮着摆平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公子哥啊跟一个舞女好上了，你好就好吧，还把人肚子给搞大了。结果这个舞女就用肚子里孩子威胁公子哥，让公子哥娶她过门。那公子哥什么身份呢？4大家族的人怎么可能娶一个舞女呢？所以才找到青帮这儿，求杜月笙啊帮他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因为这公子哥毕竟有头有脸，你这闹大了，媒体一介入不好看。杜月笙听了公子哥请求之后呢，想都没想，直接对手下说这事儿咱们按规矩办吧。什么规矩呢？说这事儿呢，首先你把人肚子搞大了，这是你公子哥理亏在先，所以按规矩你得给这个妓女一笔高昂的补偿金。按照青帮规矩，问题出现在自己这边，你就得双倍赔偿，就得给这舞女双份的赔偿金。这公子哥虽然心疼钱呢，可杜月笙都发话了，也帮他忙了，只能照办。没想到呢，这个舞女收了钱之后啊，起了贪念，一看这公子哥有钱呢，就想拿这事儿啊，拿孩子这事儿长期敲诈勒索这公子哥，又找公子哥要钱纠缠，动辄就说要把小报记者带去。这公子哥没招了，又跑来找杜月笙了，说你看我听你的了，按你的规矩我把这事处理了，可怎么样呢？你这规矩不好使啊。杜月笙一了解这情况呢，也没生气，也没上火，告诉手底下那个人，咱们这样吧，我把事情跟你们说一下，咱们还按规矩办。但这回他按这个规矩跟前面说的可不是一回事。之前的规矩是我这边人理亏，所以我按照规矩给你双份的赔偿金，这事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可是呢，你这舞女贪得无厌，你不知足，反过来呢，你要拿这事要挟我，那对不起，这回的毛病就出在你这舞女身上了。接着杜月笙的手下就找到这舞女，一见面呢，二话不说就把人呢给捆了，然后呢装到麻袋里头，扔到黄浦江里了，沉江了，弄死你。你看前后2次按规矩办，严丝合缝。作为黑帮来说，听到这种处理，让人心服口服，挑不出毛病来。最可怕的是呢，整个过程杜月笙啊，连思考都几乎都没有。就是这事儿我琢磨应不应该这么办，没有，人就是一切按规矩办。由此可见，在杜月笙的管理之下呢，这个规矩已经刻进每个人骨子里边去。所以杜月笙为什么能在上海成为老大？你要成为顶级的大哥呀，你要不讲规矩那是不行的，别人对你没有信任感，有什么事根本不敢找你去摆平。所以你看，跟杜月笙一样，都是青帮大佬的张啸林，这个张啸林还比杜月笙大一辈，但他在守规矩这方面那比杜月笙可是差太远了。张啸林呢，就是那种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他曾经为了挣钱呢，就把一个叫朱成章的竞争对手给绑了，用人身安全威胁人家退出竞争。像这种事儿，其实在江湖上是挺龌龊的。就你有能耐跟人当面锣对面鼓，你用这种下黑手的手段，拿人家人的性命来威胁。咱们经常说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也说你俩人有啥毛病，你冲他本人来，你别对着人家里头的这老弱病残使劲，这算什么本事呢？这是在小事上，这张啸林不讲规矩，大事上他更没原则。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呢，蒋介石曾经找过当时的青帮3大头目张啸林、杜月笙，还有杜月笙的师傅黄金荣谈过话，说你们青帮在上海影响太大了，日本人来啊，我得给你们提醒提醒，到时候你们可别当汉奸，别给日本人效力。黄金荣呢，这时候岁数很大了，已经老了，本来心思就不在江湖上了，就直接闭门谢客，算金盆洗手了，我不掺和。杜月笙呢积极响应，表示自己支持抗日。
把手下的事情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后来这不是还把自己的大华轮船公司轮船炸沉，阻塞长江口，阻止日本人的这个水军呢顺着这个长江口攻夺南京。就杜月笙是真按规矩来，绝不当汉奸，在抗日上呢是出了一份力的。可这张啸林不一样了，唯利是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日本人一来呢，他就直接叛变投诚了，成了汉奸了。最后张啸林这种种比较下作的行为呢，就连作为他贴身保镖，有个保镖叫林怀步都看不下去了。林怀步最后用枪呢把张啸林给杀了，把这祸害给除了。所以杜月笙和张啸林呢两个人呢同样都是青帮的头目，就因为在规矩是这一点上的不同态度，最后导致两个人不同的结局。所以作为大哥文化的最后一个关键因素什么呢？就是规矩。所以你看我说这3点大哥是怎么诞生的，你得对大家有精神上的引导，有偶像效应，你得有物质上的保障，解决大家后顾之忧，再就懂规矩，把手下这些人要管住了。你看虽然帮会在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在民国时期呢，帮会盛行，对老一辈人的影响可以说非常大，下意识的就把这些关于大哥的认知就给流传下来了。再加上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呢，你看香港电影以及武侠小说广泛传播，大哥这原本用来代指家人的词语就染上了浓厚的江湖味，形成了现在呢我们大伙熟知的大哥文化。但这大哥呢也不是谁都当的，就像今天咱们说的当大哥这个3点效应精神引导、物质依赖，还得懂规矩。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说由这3点构成的大哥和大哥文化，他才能够把控全局，稳定人心，才能让自己的组织结构比较坚固。你要做不到这些，那就是一个假大哥。就跟我们开头网友调侃的那句话说，这水浅王八多，遍地是大哥。就你是不是人，不管是啥样，都上来能装大哥，那你就跟那水里的王八没啥区别了。所以你想当大哥没问题，但前提你得先问自己是不是那块料。咱们现在这个法治社会呢，也不是没有大哥存在。你比方说你在某个行业里头，你呢既为扶困本身你呢又在各方面做得很优秀，而且呢协会里头行业协会里头出点什么事你还能够一碗水端平给摆平。你这样的人物就是我们新时期的法治社会之下的大哥。哪个行业里边也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干什么用的呢？如果遇到一些矛盾都直接诉诸法庭，那恐怕这个社会成本高得吓人。有这些行业里的大哥存在呢，他们能够摆平一些事儿，能够主持公道，能够让行业积极向上发展。所以大哥在新时期也是需要的，关键是能不能做到我刚才说的3点，精神引导、物质依赖，再加上懂规矩，用规矩来管理自己熟悉的周边关系。所以这3点是大哥诞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咱们今天讲这个事儿发生在1949年。这一年的5月份呢，上海解放了。解放之后陈毅正式走马上任，成为解放后的第1任上海市市长。同一时间呢，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是怒不可遏。从南京到武汉再到上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内心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上海的地位尤其重要，它不仅是中国的经济枢纽，更是东南亚首屈一指的经济中心。失去了上海，可以说就是象征着国民党部队走到了穷途末路，大势已去。但是失败者哪有任何一个人是心甘情愿接受失败呢？蒋介石也想做困兽之斗，想来想去呢，一个惊天计划逐渐浮出水面。于是呢，蒋介石亲自找来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了一个暗杀密令。这个密令呢，被称作天字特号暗杀计划。你看，又是天字又是特号，那么这个计划究竟有多惊人呢？其实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暗杀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既然正面战场没法跟解放军抗衡，蒋介石寄希望于这一系列的斩首行动，制造混乱，达到扰乱民心、收复失地、扭转败局的意图。然而在这份天字特号暗杀名单里，排首位的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周恩来、朱德这些人，而是新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那是天字特号，为什么不是中共这些排到最靠前的几个领导人，而是上海市市长陈毅呢？
这当然呢跟上海这个城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海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而且刚解放不久呢，百废待兴，局势十分混乱。在上海呢，不但有几百万的灾民难民，还有为数众多的国民党潜伏特务，所以上海正处在鱼龙混杂之时，稍微一点动静就可能造成极大的混乱。而且从上海撤出的国民党部队呢，退守到了舟山群岛，在那里边呢，国民党军队呢还有轰炸机可以直达上海。所以无论是从上海现状还是国民党的部署来看呢，上海是最容易制造混乱的城市。那么作为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自然成了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头号目标。这一天呢，陈毅正在案头批阅文件，秘书拿着一封信走进来，陈毅接过信呢，看信皮上写着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先生收。一掂量这比普通信的沉一些，陈毅就把这个信封拆开了，当啷一声，里边有颗亮晶晶子弹呢，落到桌子上了。再看信封里呢，没任何东西，陈毅就明白了，这是一封恐吓信了。陈毅就想了，哎呀，这寄给我这礼物不轻啊，可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过来了，这本身咱是元帅将军，怎么会被一颗小小的这像花生米一样大子弹给吓倒呢？随即呢，他就把这信封子弹呢扔到纸篓里了。他是不拿这个当回事，可上海的公安部门呢非常紧张，马上就进入了严阵以待的状态。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务机关呢正紧锣密鼓地实施他们暗杀计划。第一批执行暗杀任务的28名特务呢，已经分批从舟山呢潜入上海。他们带着无声手枪啊、轻机枪啊、雷管啊、高能炸药、手榴弹呢、剧毒氰化物啊，还配有全套电台设备，就想利用枪击啊、爆炸、投毒、撞车这些手段暗杀陈毅。但是咱们当时派到上海的公安人员呢，也不是吃素的，通过长久的内战呢，基本上明白了国民党那些个惯用伎俩。于是呢，这批特务刚到上海，还没等站稳脚跟，就被公安人员一网打尽了。也就是说，这个天字特号暗杀计划的第一次暗杀宣告失败了。那么这个消息传到台湾呢，蒋介石失望之余啊，把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招过去大骂一顿，再次向毛人凤下达针对陈毅的密杀令。这次呢，蒋介石亲自指定了刺客，说你就别叫那些酒囊饭袋去了，要派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那么说这刘全德是谁呀？怎么能让蒋介石这么刮目相看、高看一眼呢？这个刘全德呀，在国民党特务圈子里非常有名，他出手的暗杀有着百发百中、无次不成的美誉，曾经受到过戴笠当时军统局局长的嘉奖。这个刘全德呢，本来也是红军出身，在1931年6月份呢，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曾经给革命做出过很大贡献。可是在1935年呢，他在武昌被国民党逮捕之后呢，辩解投降了，卖身投靠到戴笠门下。由于他呢胆大剽悍，枪法娴熟，深受特务机关赏识，他刘全德也死心塌地呢给国民党反动派充当鹰犬，也立了不少功。那么在军统工作期间呢，这个刘全德表现特别突出，他曾经奉命打入过汪伪政府，任政治保卫学校的教官，他还曾经孤身一人暗杀了汪伪76号特务机构电台的台长于阶，策划了上海银行大爆炸事件。那么这些事情的成功，让刘全德在军统当中声名大噪。他指挥并且亲自参与的重大暗杀事件多达8起，一次都没失过手。他就成了戴笠的心腹爱将，在军统局那是特别风光。1949年的10月份，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台湾自己的别墅里亲自召见刘全德，给他布置任务，要他去刺杀上海市长陈毅。毛人凤信誓旦旦的许下重诺，对刘全德说这委座特别赏识你，你一定好好干。你要是把陈毅暗杀成功了，你回台湾之后呢，重奖你黄金天两，并且升你为少将。你看毛人凤这么说，刘全德心里有数，他知道眼下刺杀陈毅跟当年暗杀汪伪政权的于阶这些人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汪伪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到处都有他们军统的密探，在这些人掩护下呢，他才能够没费多大劲就得手。现在风云变幻，不但解放前夕毛人凤布置在上海的那些特务已纷纷落马，而且上海解放后从台湾潜入上海的特务为了谋生，也多次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你现在去刺杀陈毅市长，那是凶多吉少
但是在王仁凤面前呢，刘全德也不敢违令啊。于是当天呢，他就动身呢，飞到仍然被国民党占领的舟山定海。就在同一天，一份特级绝密电报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的手里。电文的大意呢是：据可靠情报，台湾特务机关派遣组长刘全德带领安平贵、欧阳钦到上海执行谋刺市长陈毅的任务。这是电报哪儿来的？这个谍战呐，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国民党派大量特务在这边，那共产党也有很多地下工作者啊，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所以那边王仁凤一派刘全德带着2个手下安平贵、欧阳钦往上海来，情报马上就过来了。这个杨帆看完电报，马上开车前往陈毅市长的寓所向他汇报。陈毅看完电文呢，微微一笑，就跟这杨帆说了，说老蒋特务要来呀，你又不能阻止他不来，他们只要来了，咱就不能让他跑了，一定一网打尽，全部抓获。那么陈毅市长嘱咐完之后这杨帆感到责任重大。他经过认真分析谋划呢，一致大家认为擒贼先擒王，一定要集中全力把刘全德先抓住，然后再深挖细究，一网打尽。于是呢，上海公安局一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陈毅的寓所和外出时候的安全警卫工作，另一方面呢，决定集中全力，首先把刘全德擒获。一查呢，刘全德在上海有4个交往比较深的关系，估计他潜入上海之后，极有可能在这几个关系这地方居住隐藏。对这个呢，杨帆局长决定采用2个侦查方案，一个叫张网捕鱼，一个叫见鱼撒网。一个是严密控制吴淞口，防止刘全德从这块潜入；第二个呢是快速接触跟刘全德有关系4个人，争取为我所用；第3个呢，继续侦查新的重要线索。另外那一边呢，刘全德和行动组的成员安平贵、欧阳钦到达定海之后连夜赶到了女土匪头子黄八妹的老巢。这个黄八妹呢，以前是上海郊区出了名的女土匪，后来投靠国民党了。上海解放前夕呢，黄八妹呢带着部下逃到舟山地区的洋山岛屿，多次呢派武装匪特呢潜入上海搞破坏，都被人民政府给一网打尽了。可以说黄八妹呢是毛人凤埋在舟山地区的一颗定时炸弹。这刘全德呢也是非常狡猾，他到定海之后呢，他先要黄八妹立即把他们3个人送到大洋山，接着呢又对黄八妹说，3个人一起行动目标大，容易败露。他让黄八妹呢安排安平贵、欧阳钦搭乘去吴淞口的货船进上海，然后呢自己化妆成商人，在当年11月1号深夜悄悄离开大洋山，在浙江杭州湾乍浦附近偷偷登陆，在10月2号呢，他偷偷摸摸的潜入了上海。刘全德到了上海呢，这个行动异常诡秘，一个晚上就换一个住处。有一天呢，在光天化日之下呢，他居然混进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办公大楼，查看地形的通道，甚至走到了陈毅市长办公室的门口。这都是他后来交代的。当时呢，我们国家公安机关刚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就公安情报的网络呢还没有完全建立。在大上海当时500多万人里边，要捕获一个长相普通的刘全德呀，那犹如大海捞针。凡是这个干暗杀这行的人呢，他的长得不可能是5大3粗的、高高大大的，或者瘦小的不得了，或者漂亮的不行，他一定是扔到人堆里就找不着。这刘全德就这么个长相，你找他确实是不是容易的事儿。那撒出去的网已经有几天了，依然没找到刘全德影踪，参战的干警心急如焚呐。这个杨局长杨帆更是一连几天都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经过连日排查，公安部门发现了几名有接触敌特条件的人，其中这里边有2个人值得高度关注。其中呢有个叫陆仲达的，杨帆就决定从这个人身上找突破，让他为我所用。这个陆仲达是谁呢？他解放前呢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处当便衣警探。之前呢，军统有位叫毛森的担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刘全德呢多次跟随毛森呢到上海市警察局，就跟着陆仲达熟悉了。陆仲达呢还认识刘全德的有一个好朋友叫姜冠球。这个刘全德抗战期间呢曾经住在姜冠球的楼上，跟姜冠球呢有房东房客之谊。这个姜冠球也知道刘全德呢给军统特务机关效劳，刘全德就认为这个姜冠球嘴严实，不会出卖他，因此刘全德潜伏来上海很有可能会在姜冠球那地方落脚。就这么的呢，
公安局就争取到陆仲达，让他去江家探听刘全德行踪，这应当是一个不易察觉的稳妥办法。专案组呢就向陆仲达交代任务。陆仲达在解放以后呢，被上海市公安局留用。他表示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立功赎罪。专案组决定呢，先让陆仲达到姜冠球的住所探听一下虚实。就这么着呢，11月8号晚上，这陆仲达呢以探望隔壁街的老同学为由，说那儿有个老同学，顺道呢跟姜冠球住处很近呢，就到姜冠球家里来，顺道来看看姜冠球。巧的是，陆仲达刚进门，就看到刘全德已经坐在会客室里了。陆仲达就一愣啊，内心是又喜又急。喜的是呢，亲眼见到刘全德，证明他已经进上海了，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着急的是呢，刘全德历来枪不离身，杀人不眨眼，应付不当啊，自己这小命就得丢，而且你要再找他那可难了。陆仲达暗自定了定神，主动上去跟刘全德打招呼。这陆仲达的出现呢，也让刘全德大吃一惊，因为他对陆仲达的底牌清清楚楚，说这个人呢在国民党警察局当便衣警探，解放后还被留用了。这今天怎么这么巧，自己刚进上海就被不想见的人碰着了呢？那今晚陆仲达来江家，是不是自己行踪被发觉了？刘全德心里头有点不踏实。但这个人呢，老奸巨猾，干了多少年这种特工了，脸上丝毫没表现出来，起身跟陆仲达握手，而且借这机会呢，不经意的往窗口观察一下，看看外面动静。一看外头没什么可疑情况，他就回头对陆仲达说我刚从舟山回来，想请这个冠球老兄替我找个关系，现在是共产党天下了，我得赶紧向政府自首我得在上海活呀。陆仲达一听话音就明白了，这是通过这个试探他的来意。这陆仲达呢，故意不接刘全德的话题，一脸沮丧。这个我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早就辞职不干了，现在在家里混日子可就做点小买卖。刘全德可不敢相信陆仲达，不知道他这番话真假，依然很警觉的说我自己有点事儿，你们聊我先走一步。那陆仲达知道刘全德是想借机会溜走，为了消除刘全德对他的戒心，他顺势对刘说，那好我一起走吧，因为我正好要到这个隔壁那趟街我同学家去。说着呢，随着刘全德走出了江家。陆仲达这时候心里非常矛盾，他一直跟着刘全德就怕引起刘全德进一步怀疑。你说你要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夜里天黑自己孤身一人，估计弄不过这刘全德。那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刘全德怀疑呢，陆仲达只能走到隔壁街道的时候，头也不回的拐进同学家。这个时候刘全德就站在街口，一看着陆仲达招呼同学开门进去了，他才一个人匆匆离开。由于这个姜冠球家里头进出人员多，侦查员呢也没能及时跟陆仲达取得联系。就这样很可惜，这个目标眼看即将入网的大鱼又溜走了。当晚呢，杨帆亲自听取汇报。虽说这刘全德呢侥幸是溜之大吉了，但是杨帆认为呢，鉴于撒网的路子正确，咱们已经确认刘全德到了上海了，那就不能让他轻易溜走，更不能让他阴谋得逞。姜冠球家刘全德虽然已经去过了，但依然要布置侦查人员加强守候，防止刘全德再度上门。同时杨帆又开始接触另一个关键人物。那么杨帆和侦查员初步判断呢，刘全德从姜冠球家走了之后他估计再回到姜冠球家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人非常狡猾警觉，他极有可能去找另一个名叫石晓峰的人。这个石晓峰是谁呢？他是刘全德的学生。就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呢，刘全德曾经任汪伪的政治保卫学校的教官，石晓峰就在那学习。当年刘全德暗杀于杰之后呢，被四处追捕，石晓峰是把刘全德藏到自个儿家里，掩护过刘全德，可以说对刘全德有救命之恩。因此这刘全德对石晓峰非常感激，两人关系也特别密切。解放后呢，石晓峰呢在上海开了一家公司，楼底下做生意，楼上当住所。刘全德潜回来上海很有可能藏匿的地方，这个石晓峰家现在就是第一目标。但是想要说动石晓峰让他帮忙抓捕刘全德，这个在短时间之内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容易打草惊蛇，时间很紧迫。为了不贻误战机，杨局长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再找另一个关键人物，叫高基云。这个高基云呢是石晓峰的同学，也上过政治保卫学校，也就是说也是刘全德的学生。可以说高基云呢既认识刘全德，他又跟石晓峰特别熟悉，
虽然他跟这两人关系呢算不上多亲近，但毕竟在同一个学校念书多年，又老同学又是老师，应该还有一些交情。但是能不能说动高继云去冒这么大风险，大家心里都没谱。杨帆就决定亲自出马，跟高继云谈一下，小以利害关系。那经过彼此寒暄一番之后呢，杨帆就开门见山对高继云说，根据我们了解啊，你跟一个叫刘全德的有点私交，对吧？高继云一听军统特务刘全德，吓得连连摆手，哎呀，我们呢就是1943年见过几次面，以后再没往来了。听说他好像逃到台湾去了，具体的事儿我真的是不清楚。杨帆就直截了当摊牌了，说是你说的没错，他是逃到台湾了，现在呢他要潜回上海，企图刺杀重要领导人，所以呢我们呀想请你出山，设法找到他，帮助我们挖出这个祸患。那么通过杨帆小以利害，动之情理，高继云答应作为内线，向刘全德最有可能前往的石晓峰的住处，我到那儿探探风，有情况我马上汇报。正如杨帆所料，这刘全德呀果然躲在老史家，但是他特别谨慎小心，白天在家里睡觉，晚上才外出联络和踩点活动，出门化妆，不见熟人，行动特别诡秘。11月9号呢，高继云正准备前往老同学石晓峰的住处探个虚实，没想到走到半路，两个人凑巧碰上了。一看到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石晓峰，当然是格外高兴了。不知情的石晓峰啊很热情，拽着高继云就问他，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为了取得石晓峰的信任，高继云苦着脸说，兄弟啊，老弟失业了，想请兄弟帮忙介绍做点生意，我混口饭吃。石晓峰一听呢也很热情，来吧，到我家里谈吧，来上楼，你看看谁来了。高继云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个人呢极有可能是刘全德。随后呢他假装不知道，跟着石晓峰来到家里，上楼进屋之后呢，果然看见刘全德呢坐在石晓峰的沙发上抽烟看书。刘全德一看来了人了，很警觉，站起来了，一看高继云他认识，先是一惊，随后呢装作没事，是满面笑容站起来，热情拉着他手，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高继云也紧紧握住刘全德手，说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着刘老师啊，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刘全德就瞎编啊，我在一家私人公司随便混口饭吃。其实刘全德对高继云还算热情，但是他并不是毫无戒心。狡猾的刘全德知道自己这次任务重大，又多年没跟高继云联系过，不知道他近况如何，他是不是被赤化了，所以他担心高继云靠不住，坏了大事。所以这职业习惯呢让他充满了戒心和防范心理。为了取得这刘全德信任，高继云主动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被税务部门遣散的证书。他原来是税务部门的，国民党税务部门的，后来被遣散了，他这个证书啊是等于老早就准备好了。他就摇着头说呀，哎呀，你看呐，我原来不是搞税务的吗？这个是解放以后呢，我先到了共产党的税务部门，我向政府投诚，可是人家不信任我呀，又把我给遣散了。你看这遣散证书，没办法，我现在没饭吃了，我只能求老朋友老同学石晓峰帮我忙，让我做点生意好养家糊口。刘全德一看呢，高继云已经失业了，还不是共产党的人，就放松了一些警惕，同时呢也说你确实有难处，你让石晓峰帮你忙吧，这么的吧，多长时间没见了，留下咱一块吃午饭吧。这个中午喝酒的时候，刘全德也是借这机会进一步考量高继云，不断给他斟酒碰杯。为不引起对方怀疑呢，高继云都是干脆一口闷。刘全德呢也想灌醉高继云，想让他最后吐真言，了解他虚实。高继云为了消除刘全德对的怀疑，来者不拒，举杯就干。经过一番周旋呢，刘全德觉得这高继云呐，那不像是被赤化，挺值得信任，就对他说，兄弟，过一段时间，等到我把手里的货物脱手之后咱们再聚一次，我拉你进来，咱一块做买卖。听到这儿呢，高继云觉得差不多了，现在这难题就是自己该如何脱身，好向公安机关的联系人报告。但是呢酒局正酣，他也没法说走就走。这么时间一点点过去了，高继云就看着地上呢抽了不少烟呢，那烟头发愁。这时候他突然心生一计，他趁刘全德和石晓峰不注意把吸到一半的香烟咬下半截吞到肚子里。他想达到刺激肠胃的目的，果然没多一会儿呢，高继云就在肚子里一顿翻江倒海，赶紧就到卫生间那呕吐不止。这高继云呢假装喝多了，含糊不清，吐完了站起身，
哎呀，我不行了，我喝多了，我难受啊，我得先回睡一会儿，你们慢慢聊啊，刘老师，咱们改天再见。刘全德一到卫生间一看，高军吐了一地，他就信以为真了，也没阻拦他。高军一个人摇摇晃晃的匆匆离去。一出门呢，高军立即就找到了守候在附近的侦查员和军警，带他们来到石小峰家楼下。高军这时候呢，还怕自己刚才行为有什么纰漏，引起刘全德的怀疑。万一刘全德发觉不对，跑了怎么办呢？自己这时候再贸然带侦查员上门，肯定会打草惊蛇。这么他和侦查员商量过后啊，决定再确认一下刘全德是否还在屋。高继云指了指石小峰家的窗户，对侦查员说：“如果特务在里边，我就从那扇窗户向外挥帽子，你们看到我挥帽子就冲进来。”那为了不引起屋里边的石小峰、刘全德的怀疑呢，高继云借口喝多了不能骑自行车了，把自行车呢放石小峰家里，给搁你家别丢了。所以他重新敲开石小峰家门，看到高继云回来，石小峰也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一听他说放自行车，觉得这很合理呀，你把自行车放进来吧。高继云把车子放进楼里之后呢，一看发现刘全德已经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也喝差不多了，呼呼大睡。高继云心里一阵窃喜呀，当即招呼楼下军警一拥而上，把正在睡梦里的刘全德还没反应过来呢，就给摁那儿。他想抓起枕头底下从不离身手枪，结果脑袋已经被一长一短两支枪抵住了，无可奈何束手就擒了。这个时候台湾方面呢还对刘全德的刺杀计划抱以期待呢。在望眼欲穿的等待结果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电台发回电报来了，说刘全德失去联络了。毛人凤惊出一身冷汗，他们知道刘全德肯定出事了。你看，从11月2号刘全德潜入上海到11月9号被抓获，这仅仅7天时间，暗杀陈毅的阴谋计划就宣告流产失败了。刘全德的被捕呢，极大鼓舞了全体侦查人员的干劲儿。为了迅速摸清刘全德的罪恶阴谋以及同伙下落，以便一网打尽，上级决定一鼓作气，咱兵分两路。一方面布置侦查员呢，对刘全德几个主要关系日夜埋伏守候，防范他其他同伙闻讯潜逃；另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审讯班子，对刘要连夜进行审讯，从他嘴里要挖出口供。刘全德呢就被押往上海市公安局审查。但是呢，刘全德是个经验丰富的特务，他是个老狐狸，死不承认自己叫刘全德，更不承认这次来上海是执行刺杀陈毅市长的任务。他一口咬定，我来上海就是见老朋友来。这时候审讯呢已经进行到深夜了，审讯时还灯火通明。这时候办案员拿出了刘全德档案，并翻出他照片，让他自己辨认这谁呀。刘全德一看自己照片和厚厚的关于他的档案，顿时被镇住了。他知道在这些证据面前再抵赖也是枉然，他只得承认自己就是刘全德，但是他还不承认这次潜入上海是执行刺杀陈毅市长的任务。这时候审讯员就开导他说，我劝你呀，还是放明白点，顽固抵抗就是死路一条。那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比你官大多的都识时务为俊杰，放下武器低头认罪了。共产党都给予宽大政策，有的还给安排了工作职务。你个小小特务不识时务，你能有好结果吗？刘全德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是穷途末路，大势已去。一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听到这8个字呢，心里头也有点投机心理。就这么着呢，他一五一十的交代了潜入上海的经过和活动状况。最后他是挺悲哀的说这保密局下了死命令，说我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我这次到上海呢算得上谨慎小心，好多关系我都没敢去走访，我外出也注意化妆，避免碰到熟人。没想到到上海1个礼拜就被你们给抓住了，这真是老天亡我呀。那么根据刘全德口供的线索呢，公安人员在捕获吴淞码头上岸的安平贵、欧阳钦这些8名直属行动组成员之后呢，在11月12号、15号又把国民党保密局派的来策应刘全德一伙的。这里头呢有保密局技术总队直属行动小组的少尉队员叫邱信，还有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上海行动总队的队长江之平。这2个人领着9名特务也被我们的公安人员全部擒获，等于挖根的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1年左右，1950年的8月份，上海市公安局奉命把刘全德呢押送到北京，由公安部审理。50年12月份呢，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刘全德死刑，其他特务分子呢也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到这儿呢，1年多的时间，国民党策划的天字特号暗杀计划
这算彻底破产。然而陈毅市长身边的危机呢，并没有解除。从1949年5月到1953年底，上海市公安机关呢破获的未遂特务暗杀事件达到11起，其中有8起是针对陈毅市长的暗杀。然而特务的破坏和暗杀呢，根本没有吓退这位在枪林弹雨当中走出来的市长。你看郭沫若说陈毅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陈毅呢有浓厚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但那毕竟是在枪林弹雨里出来的。那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当中不可多得的这几员大将之一。所以陈毅呢对这种暗杀这种小来小去的威胁呢没有当回事。同时也说明呢上海公安局新中国刚成立之后，我们这支队伍是过硬的，是经得住考验的。那么在这样危机四伏的局面里呢，陈毅市长呢依然经过短短几年努力，把一个满目疮痍积重难返的这个旧上海改造成了一个风气清新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新上海。所以陈毅同志呢是为上海的复兴与发展呢打开了一个新局面。现在这个上海市搞一些纪念活动当中绕不开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陈毅，因为他把旧上海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改造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新上海。那这一笔功绩，上海市是永远铭记。